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程程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下富豪圈的王炸。内地的孟晚舟女士，澳门的何超琼女士，和韩国三星企业的李富真啊，都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面相。然后呢，都属于是亚洲人的长相，所以呢，都可以参考我们的面相学。这个系列呢，也是大家期待已久了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开始今天的一个解读。首先，大家看一下他们三个的对比照，有什么不同之处？它有什么相同之处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孟晚舟，她是三位当中额头最高的。你看她的上中下三庭都是均等的，说明她整个一生都是很顺的。早年运好，然后这个中年运势也比较强劲，晚年运也好，配合她的耳相，耳相也非常好。然后何超琼，大家注意上庭，中庭可以，但她明显下庭偏弱了，下巴有点尖了，对不对啊？晚年运势相较于孟晚舟来说，她的运势就偏弱了。然后李富真，大家看李富真的三庭呢，上中下，她反而是晚年下庭长得比较好，非常的端厚，比她的上庭和中庭更有力，所以都是豪门千金，但是命运却不尽相同。然后紧接着眉，孟晚舟的眉是往上挑的，加上她的额头又比较高又比较大，所以呢，她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，心气很高的人。然后何超琼的眉毛相对来说就柔和一些，说明她在这块呢是稍稍的弱一些。然后紧接着看李富真，她的眉毛是更弱了，就他们三位是递减的一个状态。那你看李富真的眉毛直接往下走了，而且她的额头整体看是比较三位当中最窄的。虽然她的额相在普通人中也算非常好了，但是跟其他两位比的话，她算是比较窄的了。而且她的发际线比较乱，大家注意，孟晚舟和何超琼的发际线非常的整齐，发际线整齐也是主富贵。李富真的发际线比较乱，所以她的感情婚姻是不太顺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眼睛啊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大家看这三位的眼神有什么区别？首先孟晚舟，她的眼睛大，明亮有神，黑眼球偏多，对不对？神非常的足啊，清亮黑白分明。何超琼相对来说，相比较，其实他的眼神也很亮，但是跟孟晚舟，人就怕对比啊。你跟孟晚舟一对比，眼神是有些收的啊，说明他这个心思是很重的一个人，商人嘛。然后李富真，他的眼睛够大，下面都露白了，眼下露白，眼神可以。大家说他眼睛没有什么不是啊，他属于是眼神比较收，他这就属于收9分了。所以呢，他也是一个不太多于说话，心思很重的一个人，很沉稳的一个人。眼睛下面露白，怎么说有很近的啊？就是在利益面前，他绝对是不含糊的。能抓住这样的人呢？之前视频有讲过，是非常立事业的，就是典型的那种人，狠话不多。然后大家整体看一下，孟晚舟给人的感觉是大气从容，他给人的感觉是更和善一些。这个和善就是看他的眼神呀，对不对？你看很亮，而且黑眼球的面积比较大，这样的眼睛呢，都是内心比较善良的。然后何超琼，他也大气，但他不是从容，他更多的是淡定。他的眼睛里面有商人的狡猾狡诈，跟孟晚舟的眼神是不一样的。你这么一对比，都把抹完之后，眼神对比的有点单纯的那种，是不是？虽然他也不是单纯啊。李富真呢，给大家什么感觉？眼睛露下三白，也有这个特点，就是他有一些傲慢的。然后呢，冷静沉稳。你看孟晚舟是亲和力很强，对不对？何超琼呢，也可以，但是到他这就明显就生人勿近了。然后鼻子，孟晚舟的鼻子山根鼻梁，鼻头鼻翼，抓力宽度张力都可以，非常好。然后鼻梁长直有肉，不露骨山根，关键是他的山根也非常有力有势。然后这个鼻头圆有肉，鼻翼张力够，然后肉有厚。这种除了我之前说的这个啊，抓力强啊，赚钱的能力够之外呢，他也是一个内心比较有包容力的一个人。然后何超琼，明显他的鼻头稍稍往下压了，奸诈的这个味就出来了。商人嘛，因为他是纯商人，等一下我们再讲。
孟晚舟有什么不同啊？她的鼻翼也可以啊，你看抓力也可以。我之前给大家发那个图片，鹰爪子那个抓力也可以，够锋利，但它没有孟晚舟这么厚。那都是不露鼻孔，这两位对不对？到李富真这，你看她的鼻就完全变了。山根可以啊，毕竟她的出身在那，无论她的鼻梁鼻头怎么样，但她的山根一定不会差。鼻梁短，鼻势不起，然后鼻头没有肉，露鼻孔，鼻翼抓力不行，张力不行啊，厚度也不行。这说的财运说啊，他已经够好了呀，他要跟他那个领域那个阶级比，你不要拿他跟普通人比，因为他的出身已经在那了，出身已经很高了。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，他要跟他的兄弟姐妹比，他要跟三星这样的企业的千金比。然后鼻梁，我之前还说过一个什么特点，就是夫运，如果鼻子长得不好是不行，那她的老公大概率是不如她的，而且她的鼻头没有肉，露鼻孔露财啊，这是她个人的财，因为她自己的事情造成的。这种财产的流失都会在她自己的面相上有体现。她老公他们俩离婚的时候，那她不就等于说是漏财了吗？而且是漏很大的财。然后主要有一点，她的眼下露白了。我之前说过啊，眼下露白，除了你这个冷漠有很近，还有就是有一些自私啊，可能就是为自己着想的多啊。我为了我自己，其他人都不重要，会有这种感受。然后人中，三位的人中都不错，都是身长直阔，对不对？然后嘴巴，孟晚舟和何超琼几乎没有分别啊，嘴型都一样。所以我说了，你看像这种豪门里面的，他们的嘴巴没有差的，都是嘴角非常宽且上扬，因为他们说话非常注意情商啊，言辞啊都会让你觉得很合适，很恰当，很舒服。然后在他们这个领域，是避免不了人际交往的，有大量的人际关系去做。所以呢，他们的嘴型你就看没有差的，大部分都是这种薄厚适度，然后嘴角宽且上扬的。然后李富真，她的嘴巴配合她的眼神，就是生人勿近。她的面相是不太善于去做这种人际交往和人脉的，以她的眼神看的，她也不屑于做这些啊，就是按自己的心性，怎么高兴怎么来，就是一个纯粹的富家千金。你像何超琼的话，她属于是富家千金，然后晋升为掌门人，她能晋升为掌门人，做到掌门人的这个位置，她肯定是在交际能力这方面是不会差的，然后能做到这种掌门人的这样的角色，她一定不会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，就是所有世间万物都是以人为本。而如果你都生人勿近了，人都不接近你了，你怎么可能做到一个那么大的一个企业的老大呢？你能做到那个位置，你的人际关系一定是 OK 的。对，你看我们啊，看到很多大佬其实都是非常有亲和力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说一下孟晚舟，大家看孟晚舟整体的面相跟其他两位有什么不同？她的五官啊，整个脸型是非常端正且大气的，这个大气已经远远超过了豪门啊。这种所谓的大气，大家都知道，孟晚舟的母亲，就她妈妈的那一边是有从政的，就是她身体流的这个血液有从政的这种家族基因在她体内。就说直白一点，就是有官相，而且呢，口碑确实还不错。然后他的后代就容易有像这种孟晚舟这样的官相，这就是所谓的祖先的福音。大家不要觉得这是迷信或什么。现在其实我们都年轻人不太注重了，但是有些地方、有些家族还是很看重这一点，就是清明节我们会去祭祖啊，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去祭祖，就是要纪念、怀念、感恩啊，感恩祖先留给我们良好的基因。然后还有一点啊，就是耳朵。你看孟晚舟的耳朵，耳朵非常大耳，垂也大，稍稍的往外翻。然后呢，她主要是额头也好，眉眼也好，鼻子也好，嘴巴也好，然后呢，耳朵也好，所以她整体看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。出身好，出身包括她父亲这边、母亲那边出身好，自己也好，子女也好。但何超琼呢，她是没有耳垂的，而且她的下庭尖，所以她的晚年运势一般啊。跟孟晚舟比的话，就是一般。然后李富真的耳朵也是可以的啊，配合她的下庭啊，她的晚年是非常好的。我们今天是从360度整体分析一下，这个富贵豪门的长相是什么样子的，面相各有不同。
但是负的却相同，就是你整个五官面相，它是有一个协调的一个作用在的。而有的人他眼睛长得不好，他鼻子额头长得好，耳朵长得好；那有的人这个鼻子长得不好，眼神长得好，山根长得好，耳朵长得好。所以我在录视频的时候，大家觉得，哎，我只是这个看一看，说一说，其实不是。我在讲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其他五官都已经看完了。所以我有时候录一期视频，录完的时候，我都发现我出汗了。包括今天这个视频，我刚刚发现我都已经出汗了，就是非常耗神的，眼观六路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呢，面相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，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啊。这个不是说你一天两天就能完全吃透的。我做这个账号啊，录这些视频是想大家多了解一些面相相关的知识，用于识人，同时呢，也是用于修炼自己的心性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我多多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让更多的人看到。谢谢，拜拜。